第4把钥匙，财富的暴政，从罗马废墟到凡尔赛断头台，一条杀死所有帝国的 K 型暗线。欢迎收听深邃视野的播客频道，我是您的时光之旅导航员劳伦斯星辰。我给自己的历史视频系列起名叫文明探秘，是因为我真心的希望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真正走向文明的世界。但是纵观历史，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景象。历史的进程充满了利益的争夺、文化的压迫，还有无尽的战争和杀戮。我们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技术的进步，物质的丰富，我们世界真的更加文明了吗？一转眼2年半的时间，我已经做了100多期，每一期的内容，如果您仔细观看，会明白它都给今天的世界一个深刻的隐喻，告诉我们应该从历史学到哪些教训，我们该如何思考，如何不再让那些悲哀的故事重蹈覆辙。如果您还记得我们之前的3期节目，您应该已经熟悉了我手中的3把钥匙。杜兰特让我们钻进文明的矿井，看见思想与艺术的深度；弗兰科潘带领我们爬上中亚高原，看见贸易与连接的广度；戴蒙德把我们拉回新几内亚的海滩，看见地理与生物的宿命。但今天我要为您打造第4把钥匙。这把钥匙不是打开某一座文明的门，而是打开一条贯穿所有文明的暗道，一条被主流叙事刻意掩埋的血脉。这条暗道的名字，如果您关注经济新闻，一定不陌生：K 型分化。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这个词突然占据了所有财经媒体的头条。K 型，一条线向上，一条线向下。富人的资产在通胀中膨胀，穷人的工资在停滞中缩水。科技巨头的股票冲破天际，街边的小店永久关门。经济学家说，这是后疫情时代的结构性分化。但我要告诉您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 K 型分化不是现代社会的特产，它是农业文明诞生以来就潜伏在人类社会基因里的宿疾。罗马共和国死于它，拜占庭帝国被它掏空，威尼斯共和国因它而僵化，法国旧制度被它引爆，甚至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夜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 K 型分化大博弈。今天这一期，我们要用这把新钥匙重新打开欧洲史的地下室。我们要问，当社会分裂成2条永不交汇的曲线，历史会如何报复？当财富向上集中，苦难向下沉淀，政治体制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以及有没有一种文明曾经成功驯服过这头野兽？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历史的断层线。第一站， K 型不是病，是农业文明的默认设置。在进入故事之前，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什么是 K 型分化。在现代经济学里， K 型分化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经济危机之后，不同群体复苏的速度和方向完全不同，资产持有者向上，工薪阶层向下，资本向上，劳动向下，2条曲线分道扬镳，形成一个字母 K。 但如果您把这个概念投射到古代，您会发现一个更残酷的真相：在前工业社会， K 型不是危机后的分化，而是常态下的加速。换句话说，农业文明天生就是 K 型的。为什么？答案藏在2个数字里。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他的《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公式 ：R 大于 G， 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皮凯蒂主要用这个来解释现代贫富分化，但它的框架在古代更加致命，因为在古代，资本主要只有一种形态——土地，而土地回报率地租在和平年代通常是农业产出增长率的2到3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时间足够长，土地必然会向少数人集中。不需要阴谋，不需要暴力，只需要复利。一个拥有100亩地的贵族，每年把地租收入的1/3用于购买新土地，200年后，他的后代将拥有整个郡。而一个自耕农，只要遭遇一次欠收、一场疾病、一场战争，就不得不把土地抵押给债主。这就是古代的 K 型曲线，它不是政策失误的结果，而是数学的必然。斯坦福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在《伟大的平等者》里用横跨1万年的数据证明，从罗马到拜占庭，从威尼斯到法国，和平时期的不平等指数几乎总是单向上升，直到某种外部冲击将其强行打断。他把这些冲击称为4骑士：大规模战争、变革性革命、国家崩溃、灾难性瘟疫。沙伊德尔的结论冷酷到令人窒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场温柔的再分配。K 型的上臂和下臂最终只能用血来拉平，但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走进欧洲史的5个现场，看看 K 型分化如何像一种慢性毒药，从经济血管渗入政治心脏。第二站，罗马共和国
被富利杀死的民主。让我们从最著名的案例开始，但我要给您一个从未听过的角度。公元前133年，罗马共和国已经走过了400年的辉煌，他征服了地中海，打败了迦太基，接收了希腊的文化遗产。但在这个帝国的正午，共和国的根基正在腐烂。腐烂的起点不是某一场战争，而是一部法律——尼普图亚法，或者更古老的债务奴隶制 Nexum。 在罗马早期，如果一个公民欠了债还不起，他不会被送进监狱，而是会成为债权人的债务奴隶 Nexum。 他可以保持自由民身份，但必须为债主劳动，直到债务还清。这听起来比现代破产制度还人道，对吧？但问题在于，罗马的贵族们很快发现，这比直接占有土地更有效率。为什么？因为土地是有限的，但债务是无限的。一个贵族可以通过放贷，让一个自耕农欠下永远还不清的债，然后仁慈地免除他的债务，条件是把他变成自己的佃农或附庸。这样，贵族不需要通过暴力抢夺土地，只需要通过金融工具就能完成土地兼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金融创新之一，而它的目的是加速 K 型分化。到公元前2世纪末，意大利半岛的土地分配已经极度失衡。据估计，贵族阶层约占自由人口的1%，控制了超过一半的耕地，而曾经构成罗马军团主力的自耕农阶级正在消失。提比略·格拉古在公元前133年当选保民官时，他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他提出的土地法看起来温和的可笑，限制个人占地不超过500尤格，约300英亩，超出部分收归国有，分配给无地平民。这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次温和的房产税改革。但元老院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派了一群暴徒在卡比托利欧山下的集会上用木凳腿打死了提比略，尸体被扔进台伯河。10年后，他的弟弟盖约·格拉古试图用更激进的手段，包括建立廉价粮食制度和赋予意大利人公民权，来挽救共和国。结果，他在阿文提诺山被3000名士兵包围，被迫自杀。他的头颅被悬赏，最终被一个曾经的支持者割下，用铅水称重，因为悬赏按重量计算。格拉古兄弟的血是 K 型分化的第一滴血，但它不是最后一滴。我要请您注意一个被大多数史书忽略的细节：杀死格拉古兄弟的不是某个暴君，而是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元老院的每一位元老都是大地主，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理性的经纪人。在 RRG 的世界里，保护土地就是保护生存。当改革威胁到他们的复利机器时，他们选择了暴力。这不是政治斗争，这是阶级自卫。格拉古改革失败后，罗马的 K 型曲线继续陡峭化。到公元前107年，马略不得不进行军事改革，废除财产资格限制，招募无产者进入军团，由国家提供装备和军饷。这解决了兵源问题，却制造了更大的问题：士兵不再效忠罗马共和国，而是效忠给他们土地和财富的将军。20年后，苏拉率领军团进军罗马，成为第一个用武力夺取政权的罗马将军。再过40年，凯撒渡过卢比孔河，共和国死了。但共和国不是死于凯撒的野心，他死于 K 型分化对公民兵制度的慢性绞杀。当社会分裂成2条永不交汇的曲线，共和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因为共和的前提是公民共享利益，而 K 型的本质是利益不可共享。第3站，马略的士兵当军队变成失业救济金。让我们在马略军改这里多停留一会儿，因为这个转折点太重要了。在传统的历史叙事里，马略是一个军事改革家，他解决了罗马的兵源危机。但如果您从 K 型分化的视角看，马略做的根本不是军事改革，而是社会救济。公元前2世纪末的罗马已经有数十万无的平民涌入城市，他们不是懒惰，他们是被土地兼并挤出来的。这些人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因为贵族的大庄园用的是奴隶劳动，比自由民便宜得多。于是罗马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结构性失业。一方面，贵族庄园里奴隶成群；另一方面，自由民在街头挨饿。马略的募兵制本质上是把军队变成了就业计划和福利系统。加入军团，国家给您发饷、发装备，退役后还分给您一块土地。这听起来很美好，对吧？但问题在于，这些土地从哪里来？从被征服的外族那里来。所以马略的士兵有一个隐性的契约：跟我走，我带您去抢土地。这不是爱国主义，这是利益捆绑。当士兵的经济生存完全依赖于将军的个人恩惠时，军队就从国家的军队变成了将领的私产。马略本人没有称帝，
但它开创了一个致命的先例，在 K 型社会里，军事强人可以通过满足底层诉求来合法化自己的权利。凯撒后来精通此道，他在高卢战争中把战利品分给士兵，在埃及把土地分给老兵，在罗马把粮食分给平民。他不是人民的朋友，他是一个精明的 K 型政治家。他深知，当上层和下层之间的中间层自耕农消失后，社会就变成了一个哑铃，只有巨富和赤贫。而哑铃社会最容易被强人政治统治。凯撒的独裁不是共和制度的偶然失败，而是 K 型分化的必然结果。当财富集中到一定程度，民主或共和的协商成本会变得无限高，因为富人和穷人之间已经没有共同利益可言。此时，一个承诺重新分配的强人比100个辩论的元老更有吸引力。但凯撒的手术成功了吗？他死了。而罗马在凯撒之后经历了14年的内战，最终由奥古斯都建立了帝制。K 型分化没有被治愈，只是被帝国官僚制暂时压制了。第4站，拜占庭，被遗忘的 K 型悲剧。罗马的故事太有名了，让我们转向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案例——拜占庭帝国。大多数人以为拜占庭的衰落是因为突厥人的入侵或十字军的背叛，但如果您能钻进拜占庭的财政档案，您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个帝国不是被外敌杀死的，它是被自己的贵族阶层慢慢勒死的。拜占庭的立国之本是一个叫军区制 （theme system） 的制度。7世纪，面对阿拉伯人的疯狂进攻，拜占庭皇帝把土地分给自由农民，条件是农民必须服兵役。这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自耕农士兵阶层，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战士，不需要国家花太多钱养常备军。正是靠这个制度，拜占庭在失去半壁江山后依然挺了过来，甚至一度反攻。但军区制有一个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它依赖于土地的相对平均分配。一旦土地开始集中，整个系统就会崩溃。从10世纪开始，拜占庭的贵族，尤其是那些拥有宫廷头衔的权贵，开始疯狂地兼并土地。他们利用的手段和罗马贵族如出一辙：放贷、联姻、贿赂法官、伪造地契。但拜占庭贵族有一个罗马贵族没有的特权——免税权。根据拜占庭法律，大贵族的庄园可以免缴大部分土地税，这造成了一个 K 型分化的加速器，税负的逆向转嫁。贵族的土地越多，国家的税收越少，国家为了维持开支，就只能加重对剩余自耕农的征税。自耕农破产，土地进一步流向贵族，税收进一步减少，这是一个死亡螺旋。到11世纪，拜占庭的军事贵族已经控制了帝国1半以上的土地，军区制名存实亡，皇帝不得不依赖雇佣军、瓦良格卫队、诺曼骑士、突厥弓箭手。这些雇佣军忠诚于黄巾，不忠诚于帝国。1204年，第4次十字军东征的舰队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这支军队本来是要去收复耶路撒冷的，但因为拜占庭皇子赖掉了承诺的酬金，他们在威尼斯总督的怂恿下，转而攻陷了基督教世界的首都。拜占庭被肢解，拉丁帝国建立。虽然50年后希腊人夺回了君士坦丁堡，但帝国已经元气大伤。传统叙事把1204年归咎于十字军的贪婪和威尼斯人的狡诈，但真正的凶手是谁？是拜占庭自己的 K 型贵族化。当帝国的自耕农士兵阶层被消灭，当国家不得不依赖昂贵的雇佣军，当财政收入被免税贵族掏空，拜占庭就已经失去了自我保护的能力。十字军只是推倒了本就摇摇欲坠的墙。拜占庭的悲剧告诉我们， K 型分化不仅会杀死共和国，它也会杀死帝国。而且帝国的死亡更慢、更隐蔽、更痛苦，因为它会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去维持表面的辉煌，直到某个外部冲击把它彻底粉碎。第5站，威尼斯，最商业的共和国如何死于寡头垄断。如果说罗马和拜占庭是土地 K 型的经典案例，那么威尼斯则给我们展示了另一种更隐蔽的 K 型——商业寡头化。威尼斯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业共和国，它没有土地，只有西湖；没有农业，只有贸易。从9世纪到15世纪，威尼斯人建立了一个横跨地中海的商业帝国，用船队和信用网络把东方和西方连接起来。但威尼斯的衰落不是因为它失去了贸易路线，也不是因为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它死于一种内部的 K 型僵化。威尼斯的政治体制极其独特，它有一个叫大议会 Maggior Consiglio 的机构，理论上所有贵族家庭都有投票权。但1297年的封闭法令
Serrata del Medio。Concilio 规定，只有那些在册的贵族家族才能进入大议会，这个名单被永久冻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威尼斯的政治权力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基因池。到15世纪，大议会的成员从早期的数百人萎缩到不足100人，而且全部是那几十个最古老家族的后代。商业机会、政治职位、司法权力全部被这几十个家族垄断。更致命的是金融领域的 K 型分化。威尼斯的银行业曾经是整个地中海最先进的，逐渐被几个大家族控制。他们利用信息优势和政治关系，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小商人拿不到贷款，只能依附于大贵族的商业网络，成为事实上的附庸。威尼斯的 K 型曲线不是土地造成的，而是信用和信息的垄断造成的。当商业共和国的开放性被寡头封闭取代，当创新被既得利益压制，威尼斯就从一只敏捷的狐狸变成了一头笨重的犀牛。1797年，拿破仑的军队开进威尼斯，共和国投降，没有抵抗，不是因为威尼斯没有军队，而是因为统治阶层早已和法国达成了秘密协议，他们更害怕威尼斯的底层民众，而不是拿破仑。K 型社会的上层在面临外部威胁时，往往会选择出卖国家来保护自己的财富。这不是叛国，这是阶级理性的计算。威尼斯的教训是 K 型分化不只发生在农业社会，任何依赖开放竞争而繁荣的社会，一旦竞争被垄断取代， K 型就会从内部蛀空它的活力。第6站，热那亚的教训，为什么竞争救不了分化？威尼斯的故事如果让您感到压抑，那热那亚的故事会让您更加绝望。因为热那亚证明了，即便有竞争， K 型分化也可能找到新的形式。热那亚是威尼斯的死敌，两个城市在地中海打了数百年的商业战争。热那亚没有威尼斯那样僵化的寡头体制，它的政治更加混乱，更加民主，各种商业家族、行会甚至平民团体都在争夺权力。但热那亚的 K 型分化采取了另一种形式，金融投机对实体商业的挤压。14世纪的热那亚商人发现，放贷给国王和教皇比长途贸易来钱更快更稳，于是热那亚的精英阶层逐渐从贸易商变成了金融家。他们不再投资船队和工厂，而是投资战争债券、赎罪券、王室债务。这些金融工具的回报率远高于实体经济，但它们的本质是寄生性的，它们不创造新财富，只是从现有财富中抽取租金。到15世纪，热那亚已经变成了一个银行家的城市，它的实体经济萎缩，人口下降，城市面貌破败。而与此同时，一小撮金融家族，比如斯皮诺拉家族和多利亚家族，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他们住在宫殿里，雇佣着私人军队，甚至能影响教皇的选举。热那亚的竞争没有阻止 K 型分化，它只是让 K 型分化换了一副面孔，从土地垄断变成了金融垄断。这给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启示： K 型分化的载体会随着时代变化，但它的逻辑永远不变。资本回报率高于劳动回报率，信息优势碾压公平竞争，既得利益者总会找到新的护城河。第7站，法国，约翰劳的泡沫， K 型分化如何用金融加速器爆炸。让我们快进到18世纪，进入一个大多数历史书不会告诉您的疯狂故事。1716年的法国，太阳王路易14刚刚去世，他留给继承人一个破产的国家，国债高达30亿里弗尔，相当于法国10年的财政收入。贵族和教士免税，税负全部压在第3等级身上，而第3等级中的农民已经被地租和赋税榨干了最后一滴血。这是一个典型的 K 型社会，上层贵族加教士占人口 2%， 拥有全国1半以上的土地和几乎全部的政治权利，却几乎不纳税。下层农民加城市平民占人口 90% 以上，承担着全部税负，却没有政治发言权。中间层资产阶级正在崛起，他们有钱但无权。在这个火药桶上，一个苏格兰赌徒登场了，他的名字叫约翰劳。约翰劳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骗子。他向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方案，建立一家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用纸币购买国债，然后用密西西比殖民地的预期收益来支撑纸币的价值。这套方案的本质是用金融魔术来解决财政危机。1719年，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司股价从500里弗尔暴涨到18000里弗尔，整个巴黎陷入了疯狂。贵族、商人、仆人、妓女，所有人都在买股票。一个街头小贩可能早上还是乞丐，晚上就成了富翁，只
至少在账面上。但我要请您注意一个被大多数史书忽略的细节，在这场泡沫中，真正赚大钱的是谁？是那些有内部信息的贵族和宫廷银行家。他们在股价低点大量购入，在高点抛售给疯狂的平民。而普通投资者，那些把毕生积蓄投入股票的工匠、女仆、小商人，在1720年泡沫破裂时失去了一切。密西西比泡沫不是一场全民狂欢，它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财富转移。它把国家债务转移到了普通民众身上，同时让金融精英变得更加富有。泡沫破裂后，法国政府宣布纸币作废，但贵族们早已把财富转移到了黄金和土地里，底层民众承担了全部损失。约翰劳逃走了，但 K 型分化留下了更深的伤疤。到1789年，法国的国家财政再次破产，这一次没有约翰劳来表演魔术了。第三等级，尤其是那些在大革命前夜被 K 型分化挤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资产阶级和农民，选择了暴力。法国大革命的故事您已经很熟悉了，但我想请您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它。大革命不是民主对专制的胜利，而是 K 型分化突破临界点后的一次系统崩溃。当财富和权力的差距大到连金融泡沫都无法弥合时，断头台就成了最后的再分配工具。第八站，旧制度的财政 K 型，免税阶层与税负平民。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夜， K 型分化已经渗透到了国家财政的每一个毛孔。法国的旧制度有一个看似荒谬的特征，越富的人越不纳税。贵族免税，教士免税，甚至许多城市资产阶级通过购买官职也能获得免税特权。而占人口 80% 的农民要缴纳11税，给教会、封建租、给领主、国家直接税、给国王，三重剥削。这造成了一个财政上的死亡螺旋，国家越缺钱就越需要向底层征税，底层越穷就越无法纳税，于是国家就更缺钱，只能借债，债务利息越来越高，最终国家破产。但更有趣的是债务的阶级结构。法国王室的债权人是谁？是巴黎的银行家、瑞士的金融家、荷兰的债券持有人，换句话说，是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所以法国王室陷入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他欠着资产阶级的钱，却依靠贵族的支持来统治，同时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收来还债。这就是旧制度的 K 型陷阱。上层贵族有权力但无财力，中层资产阶级有财力但无权力，下层农民既无权力也无财力，却承担全部成本。这种三方博弈在和平时期可以勉强维持，但一旦遭遇外部冲击，比如美国独立战争的开支、1788年的欠收，就会瞬间崩溃。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里有一个著名的观察：大革命不是在压迫最深重的时候爆发的，而是在改革开始、社会流动性出现曙光的时候爆发的。为什么？因为 K 型社会的底层在完全绝望时会选择忍耐，但当他们看到一丝希望，却发现这希望被既得利益者堵死时，愤怒就会爆炸。1789年的3级会议就是这种希望的幻灭。第三等级代表占人口的 90% 以上，却被要求与只占 2% 的贵族和教士拥有同等的投票权，也就是按等级投票，而非按人头投票。当第三等级发现连最基本的政治平等都被拒绝时，他们掀翻了桌子。第9站，英国圈地运动 K 型分化的成功版本。让我们把视线转向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英国的故事给我们展示了 K 型分化的另一种可能结局。16到18世纪的英国圈地运动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合法掠夺之一。贵族和富裕农民通过议会法案，把传统的公地 Common Land 捐起来变成私人牧场，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赶出土地，成为无产者。他们涌入城市，成为工厂制度的劳动力储备。这听起来像是一场灾难，对吧？但从 K 型分化的角度看，英国做了一件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做到的事，他把 K 型分化制度化了，而不是让它在体制外爆炸。怎么做到的？第一，议会吸纳新兴阶层。英国的贵族阶层不像法国那样封闭，通过购买土地、商业成功，甚至军事功勋，资产阶级可以进入议会，成为乡绅 Gentry。 这意味着 K 型分化的上层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不断有新血液注入。第二，税收改革。英国在17世纪就建立了相对有效的税收体系，土地税、消费税、关税，而且贵族不能免税，这避免了法国那种免税精英 vs 税负平民的致命对立。第三，海外扩张作为泄压阀。被圈地运动赶出来的农民，
不是全部涌入伦敦当暴民，许多人移民到了美洲、澳洲、印度。英国把内部的 K 型压力通过殖民主义转移到了外部。第四，产权保护。诺斯 Douglas North 在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里指出，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建立的宪政体制核心不是民主，而是对产权的可信承诺。当资产阶级知道他们的财富不会被国王随意征用，他们才愿意投资、创新、扩大生产。所以，英国的 K 型分化没有引发革命，而是被吸收进了制度变迁的轨道。圈地运动制造了无产阶级，但工厂制度给了他们工作。议会改革1832年后逐渐扩大了选举权，殖民扩张提供了出路。K 型曲线没有被拉平，但它的政治爆炸性被降低了。但这真的是一个成功故事吗？我要请您注意一个道德上极其复杂的维度：英国的成功是以殖民地人民的 K 型灾难为代价的。当英国工人阶级在工厂里受苦时，印度农民在饥荒中死去；当英国中产阶级在议会里争取权利时，非洲奴隶在种植园里被榨取最后一滴血。所以，英国的 K 型分化没有被解决，它只是被外包了。这给我们一个残酷的启示：一个社会的内部稳定可能建立在另一个社会的外部崩溃之上。第10站，诺斯与阿西莫格鲁，包容性制度如何消化 K 型毒素。讲到这里，我们需要引入2位经济学家的理论，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文明能吸收 K 型分化，而有些文明被它炸毁。道格拉斯·诺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诺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不是技术或资本，而是制度，尤其是那些能降低交易成本、保护产权、约束掠夺行为的制度。当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包容性的，允许新参与者进入，保护多元利益， K 型分化就会被创新和生产力的增长所稀释。当制度是榨取性的，权力和财富被少数人垄断， K 型分化就会不断累积，直到爆炸。达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里把诺斯的框架推进了一步。他们区分了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包容性制度，权力分散、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社会流动。英国光荣革命后的体制接近这个理想型。榨取性制度，权力集中、产权脆弱、垄断盛行、阶层固化。法国旧制度，拜占庭晚期、威尼斯封闭后的体制都是典型。阿西莫格鲁的核心论点是 K 型分化本身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 K 型分化与榨取性制度的结合。当财富和权力互相加固，富人通过政治垄断保护自己的财富，权贵通过经济垄断巩固自己的权利，社会就进入了一个锁定状态，任何改革都会被既得利益者粉碎。这就是为什么格拉古兄弟必须死，为什么拜占庭的军区制无法恢复，为什么威尼斯的封闭法令无法撤销。 K 型分化的最危险阶段不是贫富差距最大的时候，而是贫富差距被制度化的时候。一旦 K 型从经济现象变成法律结构，改革就等同于革命。第11站，雅典的教训，民主能阻止 K 型分化吗？在结束古代案例之前，让我们回到民主的摇篮，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 K 型分化是财富集中的数学必然，那么民主制度能阻止它吗？雅典的故事给出了一个复杂的答案。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可能是古代世界最接近包容性制度的社会。公民大会、陪审团、抽签选官，这些制度设计让权力分散在广大公民手中。而且雅典有独特的陶片放逐法，如果某个公民被认为权力过大，威胁民主，他可能被投票流放10年。但雅典也有 K 型分化。从伯里克利时代开始，雅典的贫富差距就在扩大。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加速了分化，富人通过军需承包发财，穷人则在战船上卖命。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土地集中和债务问题。雅典人尝试了一种独特的再分配机制——公民津贴。参加公民大会、担任陪审员、出席戏剧节都可以领到津贴。这听起来像是古代的全民基本收入，但问题在于，这些津贴的钱从哪里来？从帝国共金，从盟邦，从战争掠夺。所以雅典的民主福利有一个致命的外部依赖，它建立在雅典帝国的榨取之上。当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帝国瓦解，共金枯竭，雅典的民主福利就无法维持了。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30建主上台，民主被暂时推翻。雅典的教训是，民主可以延缓 K 型分化，
但如果民主的财政基础是榨取性的，依赖帝国、奴隶制或外部掠夺，它最终会被 K 型分化反噬。民主不是 K 型分化的解药，除非它建立在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基础上。第12站 K 型曲线的3种命运。让我们暂停一下，梳理一下我们走过的5个现场。您会发现，面对 K 型分化，古代欧洲社会其实只有3种命运。第一种，崩溃与革命，罗马共和国、法国。当 K 型分化撕裂了社会的中间层，当改革被既得利益者暴力阻止，系统就会通过内战或革命来重启，代价是巨大的，人口损失、文化毁灭、制度倒退。但四骑士确实完成了他们的平等化使命。第二种，慢性衰亡，拜占庭、威尼斯。当 K 型分化被既得利益者冻结在体制内，社会不会爆炸，但会缓慢僵化。它失去创新能力，失去军事能力，失去应对外部冲击的弹性。最终，某个看似偶然的事件，一次十字军东征，一个拿破仑，就会把它推倒。第三种，制度吸收，英国。当 K 型分化的压力被引导进制度变迁的轨道，产权保护、议会改革、海外扩张、技术创新，社会可以避免爆炸，但代价是把 K 型压力转移给外部世界。这是一种延迟支付，不是彻底消除。有没有第4种命运？沙伊德尔说，没有。在他横跨1万年的数据库里，和平的再分配几乎从未发生过。战争、革命、崩溃、瘟疫，四骑士是历史上唯一可靠的平等者。但我要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也许第4种命运不是再分配，而是重新定义财富。第13站，黑死病 K 型曲线的意外拉平。让我们回到14世纪中叶，看看四骑士中最残酷的一位——瘟疫。1347年，黑死病从克里米亚半岛传入欧洲，3年内，欧洲人口减少了1/3到1半。在传统的历史叙事里，黑死病是一场纯粹的灾难。但如果您从 K 型分化的角度看，他做了一件任何改革家都做不到的事，他彻底重置了劳动力市场。人口锐减意味着劳动力稀缺，幸存下来的农民发现，他们的议价能力突然暴增，地主不得不提高工资，降低地租，甚至把土地直接租给农民。英格兰在1349年通过了劳工法令，试图冻结工资，但根本无法执行。到14世纪末，英国农民的实际工资达到了中世纪的最高点。更深远的影响是农奴制的瓦解。当农民可以轻易地离开领主的土地，去城市或别的庄园寻找更好的条件时，封建依附关系就崩溃了。到15世纪，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农奴制已经名存实亡。黑死病还催生了技术创新，劳动力稀缺刺激了节省劳动力的发明，水利、风力、更好的农具。这些创新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埋下了种子。所以，黑死病虽然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瘟疫之一，但它意外地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它杀死了富人，也杀死了穷人，但它改变了劳动力和土地的相对价格，从而削弱了 K 型分化的根基。沙伊德尔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黑死病后的1个世纪是欧洲历史上不平等程度最低的时期之一，但这和平不是人类选择的，它是死亡强加的。这让我想到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 K 型分化只能靠暴力来治愈，那么人类是否真的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不平等？还是说，我们只是在等待下一场黑死病？第14站，历史的回声。今天的 K 型与古代有何不同？讲完了古代的故事，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今天的 K 型分化与古代有什么不同？第一个不同，载体变了，但逻辑没变。古代的 K 型载体是土地，现代的 K 型载体是资本、技术、数据，但底层逻辑依然是 RG， 资本回报率高于劳动回报率。今天的一个硅谷巨头和古代的一个罗马贵族在数学上是同构的。第二个不同，速度变了。古代的土地兼并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今天的财富集中可以在10年内发生。信息技术、全球化、金融杠杆让 K 型曲线的陡峭程度远超古代。第三个不同，全球化的 K 型。古代的 K 型主要是国家内部的，今天的 K 型是全球性的。发达国家的底层和发展中国家的底层正在经历不同的 K 型曲线，但顶层正在全球范围内合流。一个纽约的对冲基金经理和一个深圳的科技新贵，可能比他们各自国家的穷人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第四个不同，也是最重要的不同，我们有古代没有的工具。累进所得税、遗产税、
社会保障、全民教育、反垄断法，这些制度工具在理论上可以管理 K 型分化，而不需要等待4骑士。但问题是，我们愿意用吗？第15站，我们能跳出 K 型崩溃再分配的周期吗？这是这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从罗马到拜占庭，从威尼斯到法国，从黑死病到英国圈地运动，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循环：和平催生繁荣，繁荣催生分化，分化催生僵化，僵化催生崩溃，崩溃催生再分配，再分配重启和平。沙伊德尔的4骑士理论给了我们一个悲观的答案：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场温柔的再分配，暴力是不平等的终极矫正器。但我要请您注意一个细节，英国的故事告诉我们，制度创新可以延迟崩溃，即使它不能消除分化。诺斯和阿西莫格鲁的包容性制度理论给了我们一个不那么悲观的框架：如果制度足够开放，产权足够可信，竞争足够公平， K 型分化可以被创新和生产力的增长所稀释。但这里有一个悖论：建立包容性制度本身需要权力分散，而 K 型分化的自然趋势是权力集中。所以包容性制度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它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进步时代，北欧的福利国家建设，这些都不是经济规律自动产生的，它们是社会运动、政治博弈甚至战争的结果。换句话说，跳出 K 型周期不是不可能的，但它需要人类主动选择，选择用制度去约束资本，用税收去拉平曲线，用教育去打破阶层固化，用民主去防止权力垄断。这不是经济学问题，这是政治学问题，更是伦理学问题。终点站，在历史的断层线上，我们选择什么？回到节目的开头，我问了一个问题： K 型分化是农业文明的默认设置吗？答案是的。只要 RG， 只要资本回报率高于劳动回报率，只要信息优势和规模效应存在， K 型分化就是数学的必然。它不是资本主义的 bug， 它是所有复杂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但古代的故事也给了我们一个更深刻的启示： K 型分化本身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我们对它的否认。罗马元老院否认土地兼并的存在，拜占庭皇帝否认军区制的瓦解，法国贵族否认第3等级的愤怒。这种否认比 K 型分化本身更致命。戴蒙德让我们谦卑于地理的约束，弗兰科潘让我们惊叹于连接的活力，杜兰特让我们敬畏于思想的深度。而 K 型分化的故事告诉我们，文明的最大威胁从来不是外部的蛮族，而是内部的断裂。当一条社会分裂成2条永不交汇的曲线，语言就会失效，信任就会崩塌，暴力就会成为唯一的通用语。也许理解 K 型分化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预测下一次崩溃，而是为了在崩溃到来之前做出更清醒的选择。因为我们今天拥有的工具，累进税、社会福利、反垄断、全民教育、民主参与，是古代人做梦都想不到的。问题不在于我们能不能，而在于我们愿不愿。1万年前，农业革命让人类走出了狩猎采集的平等，也走进了不平等的宿命。1万年后，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转折点，技术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制造新的 K 型分化，但它也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工具去管理它。历史不会重复，但它会押韵。这一次，我们能否写出不同的韵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深度解读。以书为鉴，可以知智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我是劳伦斯星辰，我们下期再见。